1932年1月28日，中华民国第19路军与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在上海市区爆发武装冲突的同时，在东北的关东军司令部下令进攻黑龙江省大城哈尔滨。这一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哈尔滨保卫战的始末，尤其会特别讲讲为什么曾在齐齐哈尔积极抗日的马占山以及哈尔滨保卫战的指挥官丁超，最终发生了180度的巨变，选择投降日本。第二部分，我们来聊聊满洲国的独立与日本退出国联。我将试着回答为什么日本在军国主义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关东军于1931年11月19日击败马占山军队，拿下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以后，便迫不及待希望快速拿下哈尔滨。然而，进攻哈尔滨牵涉到苏俄的态度，毕竟哈尔滨是俄罗斯中东铁路的核心节点，苏联在此地拥有巨大的利益，也因而关东军一直迟迟未敢行动。但是，如前面几集所说的，1931年苏联的在华情报网已经崩溃。苏联在中国犹如盲人，再加上斯大林是个非常强烈的机会主义者，如果有机会可以不动用武力而获取利益，他会毫不迟疑的行动。但如果涉及武力，斯大林不认为当时的国际环境对新诞生的苏维埃太友善，甚至强烈感觉整起满洲事变是西方列强联合日本制造的陷阱，所以斯大林坚决不同意介入中日在满洲的冲突。1931年底，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公开告知日本外交部，苏联不会干涉中日的军事冲突。有了这个正式宣言以后，关东军像是吃了定心丸一样，积极计划夺取哈尔滨。1932年1月28日的上海发生了日本海军陆战队与国民政府第19路军爆发的冲突。同一时间，大日本帝国关东军下令派遣日本第2师团从长春乘铁路向哈尔滨推进。关东军希望陆空的联合作战，一举歼灭哈尔滨的中国守军。当时力守哈尔滨的是吉林省系统的丁超和李杜。隔日1月29日清晨，日军在开往哈尔滨的同时，路经老少沟车站时，遭遇大批中国军队的袭击。中国军队将铁路破坏掉，并从四方进攻日军。然而，日军强大的炮火打退了中国军队，强大的工兵部队很有效率地重新搭建起铁路。日军推进到石头城子，30日，日军继续推进到双城，这时已经距离哈尔滨相当之近，准备布阵，消灭中国在黑龙江最后一批抵抗力量。然而，当日军大部队在下列车的时间点，埋伏已久的中国守军突然从三面发起进攻，展开激烈冲突，双方激战到半夜，中国守军损伤巨大，只能撤退。但日军第3师团的先锋部队也遭受巨大损伤，只能停止推进，等待援军抵达。2月4日，日本援军集结完毕，开始继续向哈尔滨推进。到了临近哈尔滨的故乡屯一带，再次遭遇中国守军。中国军队在此建立起大量的防御工事，搭配农村的复杂地形进行作战。日军推进在故乡屯受阻。事实上，故乡屯的防线已经是中国最后的防线了，只要一破，敌军便能长驱直入哈尔滨。这时的哈尔滨守军已经没有援军，张学良的奉军主力在南边按兵不动，南京国民政府也已在混乱之中。蒋介石下台后，汪精卫、孙科的政府没有能力处理当前的军事情况。1月22日时，蒋才又重新回到南京，但当时的重点是先解决上海问题，所以中央军也无力支援东北，哈尔滨守军可说是孤立无援。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哈尔滨的中国守军选择赌一把，转守为攻，奇袭日本部队。2月5日，中国军队进攻日本阵地，投入大量炮兵与步兵。日军先头部队非常意外，阵线一度崩溃。日军立即令炮兵与坦克、战斗机加入战场，疯狂轰炸中国的进攻部队。在毫无空中武力的情况下，哈尔滨守军损失极其惨重。下午，哈尔滨的守军退出哈尔滨，至此哈尔滨战役结束。中国在东北硕果仅存的大城市也落入关东军之手。在之后的3、4月，日军逐步清扫剩下的黑龙江、吉林的残余守军。如同我在918事变第所说的，所谓的奉军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在齐齐哈尔力抗日军的马占山，在接连失去黑龙江省2座最重要城市以后，也开始动了心。当时马占山身边有2派人马，一是老奉军系统的人，如谢科等人力主抗日。基本上在918事变以后，马占山是被这批人架着抗日的。二是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大商人集团，如赵仲仁。在齐齐哈尔、哈尔滨陆续落入日本关东军之手以后，马占山开始与赵仲仁等人接触，开始秘密与关东军高层来往。
我们来看一下谢克的回忆。实际上，马占山想委曲求全于气焰嚣张的日本帝国主义之下，纯是一种妄想。马自退守海伦以后，始终有未解决的矛盾。他一面说对日绝不屈服，一面又与汉奸保持联系，最终终于重返龙江，致全国人民赐予的民族英雄的荣誉与不顾，是黑省昔日共同抗敌结成的团体陷于分化与瓦解，实为可惜。马占山2月16日到省，据说是接受张师义所谓的联省自治的主张，到后受到日寇的威胁，并为接受建国会议。当时日寇将预定的建设伪国计划分交汉奸与众汉赵仲仁等人，当面迫令4人接手，并限7日以内将新国家成立，并指定荣孟梅、宋文龄为建国宣言起草者。所谓联省自治，志士进城抛矣。所谓的龙江指的是齐齐哈尔，换句话说，马占山从齐齐哈尔战败以后，已经开始思考与日本妥协。毕竟南边的国民政府是完全没有能力和意愿帮忙。马氏的目标是让黑龙江乃至辽宁和吉林2省成为自治区，他自己成为黑龙江省的3大王。日本人口头上同意了马占山联省自治的提议，所以马才会同意与日本和谈。但没有筹码可玩的马占山没有看清自己身处的情势，实际上他在这个情况下已经只能任由日本人摆布。当时的情况是，虽然马占山与丁超的部队皆带给日军巨大的麻烦，但内心深处还是军阀思维。军阀的终极目标就是有一块地上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和财政资源，能够维持独立。因此，虽然其抵抗日本的行动相当英勇，但同时双方也都琢磨着如何保存军队的实力。所以，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一旦防线被破，无论是上海的蒋光鼐，亦或是在东北的马占山、丁超，都果断撤退。马占山在哈尔滨沦陷以后，向黑龙江北边中苏边境退守。眼见南京和张学良方面没有意识派部队支援，他也开始和日军接触。身边的亲日派势力皆力劝马占山加入即将成立的满洲国，甚至答应马占山黑龙江省省长一职。这是为什么在满洲国的建国仪式上，马占山亲自出席的原因。然而，马占山很快意识到新的满洲国中，他空有头衔，毫无实权，完全遭关东军架空，所以果断在1932年底逃往苏联，隔年从欧洲辗转回中国。虽然马占山一直与南京政府保持联系，但很显然，蒋介石一党也没打算给他实权，所以之后马占山也逐渐开始与中共接触。至于丁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都在与日本进行游击战。1932年9月，吉林和黑龙江仅存的东北军势力策动一起总攻哈尔滨的军事行动，结果是大败，剩余部队只能退守到黑龙江省东部地区。丁超驻扎宝清一带。我们来看一下丁超的参谋长童恒的回忆。李杜撤到木仁地区后，依兰的电台也随之移至密山，与北平方面继续保持联系。李杜还派军事代表王子耀奔走于北平、南京等地，请示当局决策和应援事宜。依兰陷落后，日军已侵吞东北大部，只剩木仁一角。这时，王子耀突然转来国民政府一电，为中央政府任命李杜为驻吉边防司令，丁超为吉林省政府主席。对于抗战指示没有，对于今后的办法也没有，所以这一任命非但未能鼓舞士气，相反引起将士们的伤心与沮丧。吉林自卫军内部的情形也是矛盾重重，没有统一的意志，丁超和李杜2人的意见分歧很深。所联合的抗日力量，如王德龄的救国军，是和救国会结成紧密联系；又如地方保卫团编成的游击司令刘万奎，是地方土豪集团，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终于演变到同事超葛，杀害了东路总指挥马泽州。李杜挽救不及，迫于前方敌情紧迫，未免分裂，为孔宪荣为前敌总指挥，郭英奎为副指挥，参议徐亚明接任第2旅旅长。对刘不救，徐义公赎罪，将军队开出梨树镇，由孔宪荣统辖，一场内讧才平息下来。关于吉林军内部的人事斗争非常复杂，我们这里不多谈。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欢迎留言，我可以在 Threads 或 Twitter 上以文字的形式分享。但我们读完这段回忆，能清楚意识到，就是南京中央政府与北平的张学良当时已经没有要管东北抗日势力了，而吉林军内部的派系斗争也非常剧烈。丁超以及回忆中提到的另外一位东北抗日重要人物李杜，甚至马占山，都是不同派系推举出来的。但是当局势很危机时，另外一批与日本的妥协派
也开始处理。如果你单纯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人的矛盾行为，完全不可理解。只有了解到这些所谓的抗日名将背后的派系斗争和他们为自己的考量，才能准确理解他们看似矛盾的行为。为什么一下抗日，一下又投日？因为民族虽然也是一个重要参考点，但个人利益与派系利益的优先顺序更为前面。1931年11月8日，就在918事变爆发后的1个多月，关东军参谋部的少壮派军官土匪袁显二秘密来到天津竹简，会见了大清末代皇帝溥仪，邀请溥仪回到满洲担任新国家的领导人。以下是根据溥仪回忆录中的2人当时的对话。溥仪说：“我心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我问道：“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不，我坚持地说，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他微笑了，声调不变地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我表示了满意。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16日以前到达满洲。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动身的办法由吉田安排吧。他像来时那样恭敬地向我祝贺一路平安，行了礼就告辞。土匪员走后，我接见了和土匪员一起来的金良，他带来了以袁金凯为首的东北遗老们的消息，说他们可以号召东北军旧部归服。总之，我认为完全没有问题了。就这样，日本可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就将怀着复辟梦、皇帝梦的溥仪请回了东北。当晚，溥仪即在日本军人的协助之下，秘密地离开天津。来到沈阳。1932年2月，愿意与日本合作的原奉系要员如张景惠、张世仪、袁金凯等，以及效忠满清皇室的遗老们如郑孝胥等，再加上前一年还在齐齐哈尔抗日的马占山等三方势力汇集沈阳，决议推举溥仪为满洲国执政。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担任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所有满洲国的军事决定都需要得到板垣的首肯。1932年3月1日，在沈阳发表建国宣言，宣布脱离中华民国，独立建国，定都长春，改名新京。关东州，也就是大连和旅顺，仍然是日本帝国的殖民地。其余像是今天的辽宁省、黑龙江省、吉林省，成为满洲国的领土。In his bulletproof car, there he goes, from his temporary palace to the enthronement ceremony, on one of the coldest days of the year in bleak Tsingking or Tsengkung. Arrived at the so-called Temple of Heaven, officers, with eyes in the back of their heads, salute. The Chinese cameraman gets just this glimpse of the new Lord of Manchukuo as he proceeds at a leisurely gait to the mysterious enclosure, where he becomes an emperor for the third time. Great men, wearing their favors, check in for the ceremony. And the Manchurian cavalry carry out evolution. It's all over now, and the new monarch retraces his steps to his car. Long live the emperor. 同年9月，大日本帝国正式承认满洲国的国际地位。10月，国联派出的理顿调查团公布报告，否认了日本出兵满洲是一正当行动，也否认了满洲国独立的合法性。我们来看一下理顿公爵的报告。Manchuria, you will see on this map, it's a part of China situated north of the Great Wall. It is about the size of France and Germany combined. Trouble began on the 18th of September last year when Japanese troops occupied the town of Mukden. The excuse given by them was that Chinese soldiers had blown up a section of the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and fired upon a Japanese patrol. We found that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this large part of China was not justified on the ground of self-defense, and that the new state which had been set up was a Japanese protectorate rather than a genuine case of Manchurian self-determination. The issue is very critical, and the peace of the world hangs in the balance.
当时在南京的蒋介石虽然仍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但从其日记中已多少能看出当时的他对时局已经一筹莫展。以下是蒋介石在1932年2月11日写下的日记，整日思考的结果是，对日本已经没有好办法，要一战，但没有战的条件，要谈和也为国人所反对。若是不战亦不和，则国家人民被害日重一日。这时候没有人敢言和，就要一昧的打仗，实在是无知识、无程度的人民，是非不分，也搞不懂利害。所以我说，治理有智力之民的国家很容易，治理愚蠢人民的国家也很容易，但治理有一半智力、一半蠢、一知半解的国家真是难，只能准备等死。这样的压力之下，南京国民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只会重复喊攘外必先安内。相反的，南京从这时候起便发展出新的战略计划，也就是所谓的持久战。1933年4月，蒋介石正在酝酿新一轮的剿共作战。4月12日，蒋介石在江西南昌的军事整理会议上发表演讲，提出关于持久战的初步想法，称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做长期不断的抵抗。他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以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这样一步复一步的兵力，一线复一线的阵地，不断的步步抵抗，时时不懈。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3年、5年，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很显然的，这个持久战概念绝非蒋介石独自想出来的，而是一个集体思考的结果。我们可以在国民党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著作中看到，他很早就有这样的构想，强调以空间换取时间。而9·18事变以后，持久战成为了国民政府对日的战略主轴，而攘外必先安内只是其中的一环。因为蒋介石不能容忍在对日防线的后方还有中共的军事势力在背后捣乱，不管对不对，这是国民政府的基本战略逻辑。与此同时，在理论报告出炉以后，国际联盟于1933年2月召开大会，研议日本是否应该归还满洲地区。在投票以前，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发表以下演讲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trouble in the Far East is the lawless condition in China, the impossible reign of self-will in that country without recognizing on her part. China has long been derelict in her international duties as a sovereign state, and Japan, as her nearest neighbor, has been the greatest sufferer on that score. The adoption of this report would give the impression to the Chinese that they had been exonerated from all responsibility, that they could continue to defy Japan with impunity. The two peoples ought to be friends and shoul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for their common welfare. By the adoption of the report before you, however, the Assembly would not be helping either Japanese or Chinese. It would serve further to embitter the feelings of the Japanese and Chinese peoples. I ask you not to adopt this report for the sake of peace in the Far East and for the sake of peace throughout the world. 但最终，国联大会以42票对1票通过理论调查报告，要求日本退还东三省给中国。松冈洋右再次走上大会主席台，正式宣布日本不会接受国联决议，将要退出联盟。It is a matter of common knowledge that Japan's policy is fundamentally inspired by a genuine desire to guarantee peace in the Far East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throughout the world. Japan, however, finds it impossible to accept the report adopted by the Assembly. 松冈洋右从日内瓦返回日本以后，受到民众热情的拥戴。
withdraw from the League of Nations. But I do not believe that this is an ill wind that blows nobody any good. I still firmly believe that everything will end well. 但细心的朋友可能会问，之前不是说日本文官内阁不支持关东军侵略满洲吗？怎么现在突然又同意了，而且还不惜与国际社会闹翻？我们要知道，9·18事变以后，日本国内的政坛也是瞬息万变。1932年5月15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全养义在官邸被海军少壮派军官枪杀，日本改由海军大将斋藤实重新组阁，军人势力彻底在日本政界取得统治地位。过去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文官，也被军事干涉主义路线所取代。影片中的松冈洋右虽然也是外交系统出身的文官，但他在9·18事变爆发前是位于关东州的南满洲铁道会社的副总裁，他基本上就是跟着关东军混在一起的日本文官精英。松冈洋右在国联宣布日本退出国际联盟，象征着由日本关东军少壮派主导的满洲事变正式得到日本政府的承认。至此，日本帝国头也不回地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这是1932年3月1日宣布的满洲国建国宣言，其中称新成立的满洲国是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东省特别区、蒙古更蒙旗官绅市民共同研讨出来的，并称满蒙旧时本另为一国，今以时局之必要，不能不自谋树立，应即以3000万民众之意向，即日宣告与中华民国脱离关系，创立满洲国。换句话说，满洲国的目标还不只是东北3省而已，还包含热河省、蒙古以及东省特别区，也就是沿着俄罗斯中东铁路的特别行政区，都是新独立的满洲国的固有领土。1933年1月13日，斋藤实内阁通过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的热河作战计划，准备向中国的热河省发动进攻。此时，原本只有3个师团规模的关东军已经扩张到5个师团、2个旅团的规模，并且还搭配了特种作战部队与航空兵，是1905年日俄战争以来日本最大规模的在外驻军。2月21日，关东军司令部调动2个师团以及满洲国军队向热河省进攻，开启了长城抗战的序幕。近来由台湾卫城出版社出的新书《二战：帝国黄昏与改写人类命运的战争》中，二战史专家 Richard Overy 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新回顾了第2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不同于传统欧洲中心的叙事，将二战的起点定在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Overy 将二战的起点定在1931年9月18日满洲事变。在中文世界的人可能对这样的概念并不陌生，至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叙事中，反法西斯战争就是从9·18事变开始的。但这本书最有趣的洞见是，将2次大战视为最后的殖民型帝国的战争，而发动战争的3个国家——德国、日本与意大利，都是在掠夺殖民地竞赛中的落后者。在没有足够多的殖民地的情况下，德、日、意都非常焦虑于所谓的生存空间不足的问题。这种 Overy 称为 territorial empires 领土型帝国的意识，最终以对外扩张为其逻辑的终点。各位对9·18事变乃至二战的世界史意义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描述栏内的实体书和电子书的购买资讯。我们下期见。Things we're missing out when we think about Germany's war on Poland is the imperial paradigm that Hitler adopted in the 1940s. We're so used to thinking that the war against Poland is about reversing Versailles, ending German humiliation and so on, Danzig the corridor and so on. But what we've missed, I think, is that the 1930s ushered in a new age of imperialism, and Hitler wanted to be part of that new age. So we go back to 1931 and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Manchuria. We go back to Mussolini and his invasion of Ethiopia. Both of these were about building a new empire in the 1930s. And nobody stopped them. The League of Nations did not stop the Japanese. The League of Nations did not stop the Italians, and nor did the great powers involved. For Hitler, by the late 1930s, it seemed clear that the possibility of building a German empire again in Eastern Europe was a real possibility. Now, it's worth emphasizing, of course, that Hitler was not remotely interested in re-establishing German colonies overseas. This was part of the Versailles settlement that he could easily live with. He wanted empire, continental empire, in Eastern Europe.